痕处种下了因果。时间的奈何，明明纠葛。倘若燃尽星火，总拱手天下如何？历历过往，唯有相思寄托。我念着你，深深寂寥，不眠中停泊。人间烟火，星河暗涌，沦陷于逆流转烟波。我念着你，三生石畔，奈何桥边过。看月色长夜，与你皎皎灼灼，一高楼忘我。看月色长夜，与你皎皎灼灼，一高楼忘我。终于要下山了，10年的清寒，除了太子殿下送来的东西，都没有需要带下山的。太子也就会送一些古书、典籍什么的。最需要带下山的，是你。你真的要下山吗？你这是什么话呀？是陛下亲自下旨，引我回京。陛下的圣旨中不止这一道旨意。陛下圣旨中言：下山入京乃慕天恩，自今日起改名承恩。那又如何？既是天子恩典，我当然要承恩。承恩，帝承恩，是个好名字。弟子原乃太祖赐下的卿士之名，如今被弃若敝屣，教世人该如何想？因为这个名字享誉的是他，受苦的是我，我为什么要对他视如珍宝？母亲，我终于自由了，你不为我高兴吗？帝家满门抄斩，绝不会承慕天恩。帝家就算死光了，和我又有什么关系？造反本来就是要灭门的呀，帝子元10年前就该一起被处死，他能活10年，那就是天恩浩荡。若没有帝家和弟子元，你现在还只是个流落街头的乞丐。是，那年我才8岁。8岁以前的弟子元是天之娇女，我却没有吃上过一顿饱饭。我当时年纪小，什么都不懂，以为一顿饱饭就是世上最珍贵的东西，哪里知道10年之间被囚禁于岱山之上，日日夜夜除了云海，就只有你。母亲啊，犯了罪的人尚有被释放之日，我不过是贪恋了一时的温饱，就该失去一辈子的自由吗？我去拿药。安乐太过善良，同意假弟子元下山。但那姑娘下山之后，
必然会有更多破绽。我们绝对不能有懈怠之心。让千月阁给木青送信，那姑娘可以改名回京城，但务必让她给我看紧些。是，大人。木青，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记得是一个夜晚，你迎着光朝我走过来，我当时真的好开心。在不知道前方道路的山上，有个人跟我作伴。虽然你不怎么跟我讲话，但是我知道你是好的。每次惹你不高兴的时候，我都会穿上这件衣服，因为我穿这件衣服的时候，你第一次对我说了2个字：好看。虽然我知道，只是因为这个颜色，帝子元喜欢。我陪你一起下山。木青，我就知道，你不会真的不理我的。霭霭庭云，蒙蒙时雨，八表同昏，平路一阻。殿下，你画的不是帝小姐吗？怎么这眉眼竟那么像安乐姐呢？这么些年过去了，也不知道她和10年前有无变化。这么多天都没有消息，她大概是不会下山了。殿下，帝小姐决定改名下山了。殿下，殿下这是高兴她下山，还是不高兴她改名啊？她愿意下山，我自然是高兴。只是这么大的折辱，她竟生生的咽下了。我一瞬间仿佛有些不认识紫渊了。如果10年前帝子元没有被带上岱山，那现在和殿下并驾齐驱的，就是她，而不是安乐姐。但她现在已经改名成帝承恩，这帝小姐嘛，多半是废了。荒唐！你从小锦衣玉食，如何能懂得在岱山被囚10年之苦？紫渊这个名字，从来都不只是太祖赐下的荣耀。这个名字属于他，被融进他的骨血里。就算是陛下，也不能真正剥夺。
10年前，韩家灭了帝家，剩下唯一的孤女，为何要让她改名下山？你们一个两个都向着外人说话，都为了外人来忤逆自己的亲生父亲。有些事情，朕非要插手不可。朕知道你日日喝醉酒后就去靖安侯府，那是罪人的府邸，以后不准去了。若是我偏要去呢？您还能下旨将我囚禁起来？朕已经下旨，将那里改为刑部大牢，就算你是公主，也不能随意出入。陛下不可，这让紫渊情何以堪？您已经下旨让他失去了名字，对他已是莫大的折辱，为何还要如此作践他的家？朕让他安然下山，已经是最大的恩赐。陛下，求您收回旨意。为了一个罪人，低三下四，你还真是朕的好女儿。哼！很快，他就会是这儿的新主人了。他不住这儿。今日韩仲远召我入宫，说科考舞弊案办得很好，所以赏我把这儿变成刑部大牢。这个韩仲远想的还真是周到。改名帝承恩是第一道折辱，把靖安侯府改成刑部大牢是第2道折辱。这韩仲远还真是个念旧记仇之人。巧了，我也是个念旧记仇之人。今晚我之所以到这里来，就是为了要再次提醒我自己，千万不能忘了当年的灭门之恨。不让我来，我偏要来。子渊，小时候我在这儿失足落水，你救了我。没想到造化弄人，现在池塘里的水接近干涸，而你甚至连名字也变了。你要改名叫承恩。这里也要变成了大牢。韩家对帝家可谓赶尽杀绝，为何两家会有如此深仇大恨？这靖安侯府，这一草一木，一瓦一石，我都无脸拜祭。可是我又怕我战死沙场，忘记了这些噩梦一般的往事。安宁，太子哥哥，安宁，不要再忤逆陛下，陛下生气，你也会受伤。帝家满门被斩，就在这靖安侯府。子渊亲眼目睹了这一切，我不敢想，却也不敢不想。每次都要喝醉了才来这里，假装这是一场梦。我知道，也记得，你在西北战场是勇敢的将领，回京后却只能夜夜笙歌，日日宿醉。
你不必如此。我来这里，就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忘记，当年在这片池塘，紫渊救过我。那样的紫渊，是不会轻易变成帝承恩的。也许是，但是在岱山被囚禁10年的滋味，我们无法和他感同身受。我宁愿他在岱山之上，起码大境会和平，紫渊也会安全。阿娘，紫渊下山后，我会竭尽全力履行承诺。何人在此？惹安乐。太子殿下找安乐，安乐这不就来了吗？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谁说我是一个人？哎，快！骆明熙，这深更半夜的，你俩在这儿干嘛呢？深更半夜，花前月下，孤男寡女，还能干嘛？自然是聊公务了。聊公务？嗯。大理寺环境还不够好，你们2位还要来此处聊公务？这静安侯府马上就要变成刑部大牢了，所以我提前过来看看哪里适合安置刑具。惹安乐，我怎么不知你还关心刑具之事？唉，既然都已经被太子殿下给看穿了，那我便从实招来吧。其实，我此番前来，正是因为帝子园。这里可是大名鼎鼎的静安侯府，帝子园住过的地方。苑卿曾经对我说过，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所以我就是想过来瞧瞧，这帝子园到底是何方神圣，能够让你们如此念念不忘。你从来都不跟我讲帝子园的事情，所以我就想起来太子殿下跟我说过，在这京城之中，还能够关心帝子园的，就是骆明熙啦。唉，我此番把所有安乐寨水牢里的机关刑具一一都告诉了骆明熙，要不是因为那帝子园马上就要下山了，我定能谈一个更好的条件。嗨，安乐，你想知道紫园的情况，尽管来问我嘛。我可是重金押了你当太子妃，怎么会不帮你呢？早说嘛！任安乐，我不管你来侯府有何目的，以后都不要再接近此地。若被有心之人利用，我怕我护不住你。哦，那这下好了，京城里2个最了解帝子园的人都在这儿，你问他们吧。我先走了。哎，收了我的礼，哪还有先走的道理啊？你看，月亮这么圆，太适合一起喝酒了。走，阿念，好，走走，喝酒去。干！干啦，再来。紫园性情率真，和你很是相似。要是有机会，你们一定能成为好朋友的。那他如果看到我跟太子殿下如此相亲相爱、如胶似漆，他不会吃醋啊？是同舟共济，肝胆相照。感情因为我抢了殿下本书，殿下还记仇呢。那书你也知道，并不普通。殿下赚个帝子园，我只赚本书，亏还是我亏。哎，我来。多谢骆大人，
既然有酒有菜，不如玩点小把戏助助兴，如何？什么把戏？好既是肝胆相照，等琳琅姑娘琴音一停的时候，这朵花落在谁手上，谁就诚实的回答一个问题。若是不回答的话，就得饮酒一杯，如何？不可。有何不可？你不能喝酒就不喝好了。就是，那快开始吧。来吧，小琳琅。还给你。就是你了。太子哥哥，殿下，我就知道这冤大头铁定是你。太子殿下，那我可提问了啊。既然这弟子园被灭了9族，为何你还要坚持娶她做太子妃啊？哎，这个我知道，我来替哥哥说。大晋建国前，帝家家主帝胜天拱手相让半壁江山，先皇为了巩固帝韩联盟，传位遗旨里确定紫园为哥哥太子妃。来吧，继续，继续吧，继续。快。太子殿下。又是你啊，太子殿下！那我就再次提问了。既然太子殿下非弟子园不娶，那一是不是为了先皇的遗诏？那二就是为了替韩家还帝家的情啊！殿下，殿下，你不能喝酒。殿下，太子哥哥不善饮酒，我替了。继续，快继续，开始。给我。殿下。终于到你了，我来，我来。安妮啊，你为何不希望弟子园下山啊？这天下人都知，帝家对韩家有恩，却不知这韩家对帝家有愧。安宁，殿下，将军他沉郁已久，你让他发泄一下。安乐，你不知道吧？当年帝韩两家曾打赌，谁的兵马先抵达帝北城，谁便称帝称王。你猜？谁先到？是帝家，是帝家赢了这赌局，却还是把这江山让给了韩家。你说，这帝家怎么可能会谋反？可是咱们的陛下却一意孤行，将8万帝家军和那帝家满门通通杀尽。安宁，够了。如此血泪交织的往事，看来太子殿下一生都无法忘记弟子园了。他毕竟是帝家唯一的血脉，也是帝韩结盟、化解仇恨唯一的契机。哎，可是太子殿下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个弟子园过了那么多年，说不定他早已经不是当年的弟子园了。要么他回京呢，就是另有所图啊。这弟子园是我见过京城最恣意洒脱的女子，即便她改了名字，
也会有人记得。那又如何？那我任安乐也是这世间罕有的女子。再来，来吧。哎，等一下，任安乐，这绢花次次由你起头，是不是太不公平了？那你来好了。殿下。喂。骆大人，骆明熙，是骆大人。哦，骆大人，问吧。你为何总与任安乐一起出现在凌香楼？对啊。这个我知道。咱们这骆大人啊，看起来冷酷无情，可是他这心里啊，却惦记着咱们的小琳琅。骆大人，我没说错吧？嗯，难怪琳琅姑娘总是那么难请，是早已名花有主了。骆大人，你原来喜欢琳琅？我可以向陛下请旨，为你赐婚啊。我的婚事就不劳烦殿下操心了，您还是快点选您的太子妃吧。对了。琳琅姑娘，这几坛酒就先存这儿了。为了骆大人的姻缘，我们以后会常来的。小姐，你们这场酒，这韩家人喝的就不羞愧吗？再一想陈恩的名字，好了，他们俩都很难面对改名帝陈恩下山这件事。也好，这是第一个真正属于他自己的名字。小姐，您好像很联系岱山上那位。安乐寨虽然潦倒，但是我备受大家疼惜，并不知被囚10年是何滋味。可他若抵京，那小姐你不必担忧，他所求的不过是一份安稳人生。可惜在这京中，他怕也只是无根浮萍。倒是你们，以后不免会遇见他，可记着别露出破绽，也别显得轻慢。那是自然。这套剑法是紫渊教我的，练他教的剑，喝他爱喝的酒。眼看他明日就要进京了，我却不敢相见，我真懦弱。其实我不是怕他回来，是怕看见他，怕不知如何安放我内心的愧疚。生在皇室，本就很多身不由己，属下能理解，相信帝小姐她也会理解的。紫渊真的能理解我吗？他真的不憎恨我吗？哎呀，这雨可真大。殿下，哎，我做的功课要不要看看？先放着吧。
我听说，若不出意外，帝小姐明日便能抵京。殿下是在担心她夜雨行路吗？不，即便天时地利，只怕人也难合。子渊，到了京城，会有什么样的惊涛骇浪等着你呢？这京郊风光真好。我听说，西北大漠每夜都有雁鸣，南国水乡清晨就能听到船歌，京城更是繁华热闹。听说每次过节都会放烟花，烟花绽开的声音更是动听。这些都是我自殿下送我的书里读到的，可是我每日只能在这一方小院里听自己弹奏的琴音。但是这里有我陪在你身边。是啊，还好有你陪我。承恩，到了京城，你还需要我的陪伴吗？进城干什么的？官爷，我是来走亲戚的。走吧。谢谢官爷。二位，通关文牒。我是岱山上下来的，名叫帝承恩。稍等。过了城门，我们就算进京了。过了这道城门，我此生便绝不会回岱山了。京城有诸多险阻，不适合你长期居留。不是只有我，是我们。我们要一起长长久久地留在这里。大人，帝承恩已入京，他住在陛下安排的远水阁里。不住在宫里也好，方便我们行事。还有他身边那人，我已10年未见，看来该抽个空跟他叙叙旧。是。两位姐姐，这被子是不是过于单薄了一些？还有，这房间里什么都没有。这原本就是给下等宫女在宫外的住处，往日都是几人连成一室，只得一张床铺。现如今给小姐收拾成这样，也是太后娘娘的恩赐了。啊，是承恩妄言了。烦请二位姐姐回宫后，替我向太后谢恩。一个罪臣之女，还真以为自己被放下了山，就飞上枝头变凤凰了。估计啊，还在做着太子妃的美梦呢。母亲，这一路走来，你可听到旁人都是怎么说我的？他们都说我是凭太祖遗诏入选，太子殿下对我并无过多挂念。我早就说过了，岱山下的惊涛骇浪，不是你能承受得了的。我不信，殿下每隔3月都会给我送来礼物，10年间从未间断。殿下明明那么盼望我归来，殿下等的从来都不是你。
母亲，我是把你视为最亲近的人，才对你说这些真心话的。可是你却每次都要害我伤心。只要你听我的话，我会护你无虞。帝小姐，刑部尚书骆明熙求见。叫他进来。母亲，听说这骆明熙10年前是帝子园的贴身护卫，跟他寸步不离。你说我该不会被他识破吧？只要你把我说过的话都记在心里，不会有事的。明熙哥哥，承恩。明熙哥哥，久别重逢，我们竟有10年没见了。是啊。快坐吧，我给你泡茶。好。你这房间也太过简陋了。到了秋冬的时候，京城会非常冷。待会儿我派人拿些暖和的衣服和被褥给你送来。已经很久没有人对我这么好了。你我从小一块长大，就像亲兄妹一般。若不是那道旨意，我还以为我们会一直留在京南呢。13年前，先皇遗旨钦定我为太子妃，父亲送我入京。你不放心，便陪我一起来了京城。那个时候我年少意气风发，第一次见到太子殿下，便跟他大打出手。哎，你还记得当时是因为何事吗？为我举办的宫宴上，殿下姗姗来迟，出言与你挑衅。明熙哥哥，你还赢了殿下一招。是啊。那个时候我还以为我会跟他是一生的宿敌，但不想，他以后一得空便来建安侯府，到桂安阁找我比试，我们也算不打不相识了。明熙哥哥，你记错了。哦？你住的是秋水阁，我住的才是桂圆阁。哦，对，我记错了。时间太久了，也记不太清楚了。不过还好你都记得。这10年，我也只能日日温习那些前尘旧事，方能度过那些难熬岁月。委屈你了。不过你如今已经回到京城，也算是皆大欢喜了。承恩啊，不必再送了。如今京城危机四伏，还是少出门为好。明熙哥哥，你会常来看我吗？这京城里，我就只有你一个亲人了。你的侍卫看起来倒是挺忠心的，有他陪着你，我也放心很多。是，穆青对我一直很好。那就好。明熙哥哥慢走。
你干嘛？属下只是想看清将军脸上的表情，才能为将军分忧。就你这张不苟言笑的臭脸，还想为我分忧？那将军喜欢这里的哪一张脸？属下可以换。将军喜欢这样的？不喜欢。那这样的呢？看来为将军分忧，属下做到了。行了，少在这儿丢人现眼了，走吧。那这位故人，将军不见了。看到他过得好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你可还记得，你何时开始效忠我骆家？属下生来便是骆家子氏。那你上山时，年岁几何，又忠于何事啊？上岱山时，属下16，岱山之上，守护小姐。是监视。是监视小姐，属下日夜不敢忘。16岁，是个情窦初开的年纪。大人说笑了，属下心中只有骆家。你从小就在我身边，我知你成熟可靠，但是他关系重大，若出半点差错，影响大局，我也只能杀了他。属下多年来时刻谨记大人指示，他如今学帝小姐，已有8、9分像。那你可知道，今日他下错一次。主一掷，这颗心怎能安放？倾我所有，猎起锋芒。你似心上月，只渴望不可念想。耗尽此生，又何妨？抖落一身风雪，愿光为你停留。不谈风月，我陪着你把命运紧握。你是我年少久违的梦，微光倾醒了我。若死无悔，来世重逢，如何记得？不舍，将你的笑脸守望，终有别离，别遗忘。我为你抖落一身风雪，愿光为你停留。不谈风月，我陪着你把命